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为什么我觉得程毅演的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呢？可能见仁见智吧。他是我见过演虐戏用血包最多的，妆也是最残的。除了虐戏外，甜戏我也感觉不到他的气质，甚至被男二男三秒杀。首先我肯定的是，程毅演技绝对不坏的，和同类的一些男演员比，他其实演技算中等偏上的。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他演的不那么好了？其实是他的母公司给他安排的角色和同类型的剧实在太多了，雷同的人设，雷同的人物悲惨体系，雷同的造型，导致了看电视的观众审美疲劳。而他雷同的角色性格塑造都是单一的，所以演技也一成不变。你想想，从大火的琉璃李思凤一角色开始，程毅似乎被打开了一种很容易让粉丝上头的单薄人设，那就是古装剧具备温润如玉、孤高清冷的品格，偏偏美型修长挺拔的男主身姿，因各种原因导致的苍白病容，然后经历一条万劫不复的道路，只为了去捕获一段虐心的情感道路，最后达到了被江湖武林家族甚至天下苍生等人神共弃的地步。他身心重创，对着镜头成千上百次的流泪吐血，伤重不治。镜头前的粉丝心潮澎湃，跟着他被摔打挤压揉搓千万次，从而造成一众同情、心碎、心疼，继而还有伤心痛苦的类型，最终要么大团圆，要么就是悲惨收场。程毅的演艺道路被定型在了这样的剧本里面，不是他演技不好，是他被迫演技单薄。这样的人设造就了他现在只能这么演。程毅是可惜的，作为演员，如果经纪公司真的懂得塑造他，或者他真的有权利去挑剧本，有权利拓宽自己的戏路，有能力去成长，他应当是不仅仅能饰演翩翩公子，也能演阴险小人。他的妆造既能面如宋玉，也能操若梁山。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弹性的选手，不仅在古装界对着男男女女的爱情游刃有余，也能在现代剧中诠释家庭伦理，挑战商战敬业，剖析罪案阴谋，也能在近代剧中磨砺历史迁徙，展现时代冲刷。哪怕是古装剧，程毅也并非只有爱情玄幻可演，权谋剧、宫斗剧、历史剧、励志剧，凭借程毅的演技，他都可以展身手。这是一个演员真正能拓宽戏路、成长起来的剧本选择范围。我觉得程毅具备这样成长的条件，他的公司如果真的想培养一个好演员，他是可以成长得很迅速的。可惜的是，作为他的经纪公司，只为短线利益而一直在糟蹋这样能培养的演员。因为琉璃大火，因为司凤的人设让人心疼，也因为可以继续赚一些沉溺他古装美型的粉丝的流量，程毅的经纪方看到了大把的收视率，却忽视了一个演员最能发展，也是最能塑形的那宝贵而短暂的黄金时期。所以一部部类似的古装美型剧就这样在程毅完全可以锻造的黄金期被硬塞过来，霸道的定格他的演绎模式，丝毫不考虑演员本身的成长，也几乎没有给他锻炼其他角色的机会。好容易有个现代剧，在靳东这样本身就端着的大男主剧里，又给安排成一个毫无建树的美型人设。我觉得他其实很难突破自我，甚至有时候我都很担心，再这么演下去，程毅就定型了。我不知道程毅后续的道路会如何，也不知道他能否脱离这样的单一轨道。我只是希望这样惨白着一张脸，又病又被虐的时代能在他身上过去，不要再过多停留。他能多接一些人物性格复杂转变、形象更为丰满，甚至是剧情更为落地的本子，否则这样一个演员就要被他的经纪公司浪费了。首先，个人认为单就程毅在琉璃中的表现来看，虽然不能用完美来形容，但非常好这3个字还是担得起的。很多人认为演技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物，
对于这个观点，我不去做评论，毕竟非专业人士不懂术语，也不清楚演技好坏的精准界定及评判标准是什么。只是想说，对于像我一样大多数的普通观众而言，我们能从程毅诠释的与司凤中看到角色的各种心境，并能与之共情，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真情实感地去感叹、去称赞他的演技。其次，对于从后半段程毅大场面爆发戏增多开始，网上就频繁出现了所谓平常戏不行的论调仪式。且不说这洗脑包出现的有多明显，单就戏论戏，前半段程毅演绎的也非常不错，把司凤因玄机突然闯入人生而产生的后续一系列悸动、感动、嫉妒、喜悦、伤心、担忧、隐忍、愤怒等等都表现得很到位。而且如果认真看剧的朋友一定会注意到，程毅有很多时候的表情是非常有层次感的，比如种心灯时的心境变化，再见若玉时的心境变化，元朗要告诉玄机是魔煞星时的眼神转换。这些丰富又细腻的表演贯穿了整个剧集，所以完全不存在日常戏不行的问题，更不会是像题主所说的被男二男三秒杀。程毅的眼神戏是有目共睹的，哭戏更是一绝，哭了这么多场却场场不同，打戏也是可圈可点的。说到这里，看到楼里有位说程毅演技不走心，我觉得说这句话的朋友真的没有心。如果他不走心，司凤那时不时就会因为对方一句话或一个举动而泛红的眼尾是怎么来的呢？只是单纯的靠技巧，真的能做到吗？我相信他在拍摄时是真的就把自己当成了司凤，完全投入到了角色当中，才会如此自然地流露出各种情感。最后，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题主在青云志看到弟弟变到程毅脸时会两眼一黑。如果是因为不喜欢外貌，这个完全是个人的自由，尊重，但如果由此产生了偏见，并带着偏见发表一些有失客观甚至非善意的言论，那这就不可取了。当然，我只是就猜测而论，并没有要针锋相对，我也并不算是程毅的粉丝。琉璃之前完全不认识这位演员，但确确实实是在观剧之后被他精湛的演绎和清秀又魅惑、少年又男人的气质所深深的吸引。我想很多人都有着与我类似的经历。以后也会多多关注程毅的新戏，希望他可以再接再厉，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我想说，对程毅演技最高评价的并不是来自程毅粉丝，而是黑子。即使是程毅在被黑得最惨的时候，黑子也不会嘴他的演技，而是愤怒地问程毅：“你以为有演技就能红吗？”我非常感谢您对程毅的肯定。我不是专业人士，没办法对一些程毅的演技细节进行评价，但是在看他的剧时，我很容易被他带入剧情中，而且情绪非常自然，不生硬，不知道算不算演技好。另外，程毅在琉璃里的表现吸引了一大批演技粉，说明大家对他演技的评价是相近的。也许大家相传比较多是哭戏和吐血，那是因为剧里表现太突出了，或者次数比较多，哭戏和吐血带美感和破碎感，所以大家印象深刻。但是其实在他狂吐血之前，很多观众已经被司凤迷住了，满脑子都是司凤。比如司凤的打戏，比如司凤的挺拔身姿，比如司凤被玄机撩到时的慌乱和羞涩，比如被玄机吸手指时的怦然心动，比如在山洞里的欲克制而又抑制不住的狂喜，然后失望、茫然；比如面对紫湖时的凤对对；比如和柳大哥的互动；比如司凤在秘境在遇弱遇时的情绪变化等等，每一帧都可以细细品。专业的演技评价可以搜一下专业人士的评论，微博和豆瓣都很多。注：豆瓣的黑子很多，黑人参、恶意诅咒的请划过。如果觉得对程毅的演技太局限于琉璃，可以看一下《长安诺》《怒海潜沙》《秦岭神树》，表现都可圈可点。另外，
程毅的戏路不限于古装，他还演过喜剧《董小姐》《月梦奇缘》，你值得一笑。若想对程毅的演技进一步了解，敬请期待《山河月明》《迷局破之深浅》《梦醒长安》和《南风知我意》。